哪吒2的爆火让我想起了之前买的在柜子里吃灰了很久的 SHF 少年哪吒和敖丙，于是我找出了他们俩，并且带到电影院拍照了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时代，今天要来玩的是 SHF 哪吒之魔童降世版本的少年哪吒和敖丙。那这两盒 SHF 还是哪吒1的版本，那这次万代可是赶上了电影的热度的，把小哪吒和敖丙给再版了，并且增加了配件，但是少年哪吒是没有再版的哦。我也是看完了电影立马回来给大家做视频，电影真的很好看，但是这两盒玩具也是涨疯掉了。之前这两盒东西都掉到过100以下，就是因为哪吒2的热度给涨上去了。多的就不说了，直接来给大家测评一下玩具，好让大家有个参考。那就先从这只敖丙开始看，配件一览，2个替换脸，2对手型，1个抱拳手，1对冰盘龙锤。那这款敖丙的身形比例我感觉头是做大了的，问题应该是出在面雕，就是脸做大了感觉。而万代再版的敖丙我看网上面雕是有改进的，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它的可动性。低头的幅度很大，但是抬头因为它的领子有干涉，所以幅度并不是很大。它的头发有做出一小段的避让结构，即便有领子的干涉，转头360度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敖丙身上的衣服虽然是软胶材质的，但是可动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。手臂平举可以超过90度，360度大风车旋转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曲肘幅度就这么多，但是是有平转关节的，可以360度旋转。手势球形关节连接也可以360度转动，但是这款敖丙的腰部是根本没有一点可动的。那直接来看到腿部吧，前踢幅度达不到90度，屈膝是一个双段关节这个幅度，后踢的话由于衣服的限制，可以说根本没有了。脚部接地性感觉也还可以吧，这个脚尖也是可动的，360度旋转也没有问题。敖丙的这两张替换脸的神态感觉做得很细微啊，变化真的不太明显，左边是微笑脸，右边是严肃脸。替换面雕的方式，把丙子整张脸取下，再换上你想要的替换脸就 OK 了。替换上这一对抱拳手的话，敖丙的味道就来了。但是双手举高的话，这个袖子就太反牛顿了。那来看到它的武器龙盘冰锤吧，这个细节做的还是可以的，非常还原动画电影。敖丙的这对龙盘冰锤是他妈妈应龙给的，但这个武器它圆圆的，还是全透明的，就特别像棒棒糖。那这只丙子的可动性感觉也就那样啊，一些大张力的动作只能说勉强摆得出来。OK， 0看完了，现在来看1吧。少年哪吒的配件一览，这款少年哪吒的配件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了，装备是一个不落的，全都有给到。混天绫、火箭枪、乾坤圈、风火轮、地台支架都有，2张替换脸，3对手型，而且这玩意当年卖的还不到100。我当年买这只少年哪吒也是因为它配件丰富，而且够便宜，属于是量大管饱了。但是现在涨了，现在敖丙站一起，我才直观的感受到哪吒确实是要比敖丙高的。电影设定里也是敖丙1.6米，哪吒1.75米。那么这款 SHF 少年哪吒的身形比例，我感觉做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我感觉身形比例做的没有问题，但是本体的问题还是存在的。首先是胸口的这个色差问题，和其他地方的肉色完全不一样。还有就是手型上的指甲虽然是有刻画出来的，但是没有上色的，电影里可是黑色的指甲哟。而脚指甲的话也是没有做出来的，因为这款还原的是魔童降世版本的少年哪吒，哪吒1的少年哪吒是没有黑色的脚指甲的。来看到这款哪吒的可动性，头部的可动性由于完全没有了任何的限制，所以说非常的好，抬头低头侧歪360度的旋转都是可以做到的。上衣这件短袖是软胶材质的，胸腰部分可动也非常的好，360度的旋转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个大大的裤腰带是球形关节连接的，而且非常容易掉。手臂平举同样可以超过90度，大臂根部有360度的旋转，手臂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，反正摆大张力的姿势是肯定够用了的。曲肘是双段关节，可动表现非常不错。肘部它也有设计平转关节，但是转的幅度大了的话，它是会掉零件的，所以不能360度的旋转。大腿侧踢达不到90度。后踢幅度在 SHF 里面算非常大的了，直接达到90度，前踢也是90度，屈膝不是双段关节，所以说是这个幅度。脚的可动性非常的好，脚尖有一段可动，脚弯成这个幅度都没有问题，360度的旋转也是 OK 的。哪吒的面雕神态刻画就要比敖丙好的太多了。左边这张脸是哪吒1中入魔状态的暴走替换脸，眼睛都变成了白色的，右边这张脸是当1时发力的脸。
总之是一张在用力的表情嘛。哪吒替换脸的方式和敖丙的不太一样，先要把头发给拔下来，再取下脸，然后把需要的替换脸装上去，最后再装上头发就 OK 了。那现在把哪吒的装备都给替换上，给大家看一下完全体的哪吒吧。风火轮的替换方式是把整只脚给拔下来，再装上这只本就自带一只脚的风火轮。要拿火箭枪的话，需要把一侧给拔下来，再把手型穿上去，再把刚才拔下来的火箭枪另一端给插回去。这款哪吒还有一个火焰特效键是装在火箭枪上面的，替换上去之后就是这个效果，但是也非常容易掉。混天绫没有设计特别的固定点位，直接这样别在哪吒的肩膀上就 OK 了，再把它装到地台支架上面 OK。大家觉得帅吗？这款少年哪吒。那么 SHF 少年哪吒和敖丙最后来总结一下吧。可玩性来说，这款哪吒完爆敖丙了。哪吒配件丰富，而且可动也很强，敖丙的可动性太差了，敖丙你个人妻。但是少年哪吒万代是没有一点再版的消息的，现在全新价格300多，还是贵了呀。假如说万代要再版这款少年哪吒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加上一些新的替换脸，但是模具应该还是会沿用这一款的，也就改进一下涂装了。讲实话，非常希望万代出哪吒2里的6臂哪吒形象的那个少年哪吒，真的看电影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帅。而这款敖丙就有2个版本的选择了，一个魔童降世版本，一个魔童闹海版本。我手上的这一只是魔童降世版本的，推荐肯定是推荐大家买和小哪吒一起再版的魔童闹海版本，那一款升级了涂装，而且表情也更加生动。反正玩具买新不买旧啊。在视频的最后，祝敖丙99，也是希望饺子导演赶紧把第3部给端上来吧。想看更多玩具手办相关的视频，点进我主页点点关注哦。